一颗子弹结束了我的工具人生。Code 以为杀死的只是一条失去价值的狗，可惜他们不知道我已带着所有记忆和装备穿越回进入组织的前一天。这一世，我要把梦魇和谜语人抽成听话的陀螺。至于那个黑心的特工组织，我将让他们付出毁灭的代价。你如果以为第二章真会这么拍，那估计还没看懂第24集在讲什么。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于假面骑士 Z 第二章的预测分析。只因这可能是我们内部分歧最大的一次，这时候就需要每个方向都猜一下，总有一人能对啊！我会依次将每种可能的走向给捋一遍，并尽可能分析出各种利弊。那么对于被 No.3 枪毙的莫再次从第一集处醒来这段展开，各位目前是怎么理解的呢？我觉得他在暗示从莫被车撞了以后就一直在床上躺。可以啊，我们所谓的一周末都只是梦，我在梦里经过了很长时间，但是现实中只睡了一晚。那对莫来说，这算不算是一种预知？啊，对，我就说这是一种预知梦啊。这个观点我相信也是目前主流的论调之一。那根据你的猜测，我是不是可以将下一集开始的剧情理解为二周目？可以，先打个双引号啊。啊，我们通过预告可知，莫这次拥有了一周目的装备和记忆，除了他之外的角色都是没有的。对，那我想先问一下麦上以及屏幕前的观众，你认为下集看到的是现实还是梦境？梦啊，我觉得是就是有些人认为澳洲梦是现实的，之前是预知梦，但我们观点是澳洲梦也是梦。我们还是看不到现实的月亮，情报不足，我觉得都有可能。OK， 目前来看确实不好判定，但我认为有一个旁证是可以直接帮助我们选出正确答案的，而这个旁证就是 OP 印象的结尾啊。莫解除变身，击碎象征着噩梦的蝴蝶后，那些超速闪过的黑白影像皆为本集的剧情截图。而结合 OP 播出的位置来看，莫在尚未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的前提下，就梦见了未来的场景。在几个月前发布的 OP 解读中，我有提出过，这是否在暗示本剧还存在着预知梦的这个设想？对啊。但各位回忆一下，黑白影像闪过之后，莫在干嘛？预知梦闪回，然后醒来。对，更关键的是，他从房间里醒来后，周遭却泛起了红光。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不就是噩梦吗？这还是梦啊。对，过往我们是从莫在现实中醒来这个方向去解读的，可随着剧情逐集播出，大概是逐渐探明洛克斯真正目的的那个阶段，作为现实并非现实的提出者，我们已亲手推翻了这个假设。对，结果你们知道吗？让我又好气又好笑的是，在第24集播出过后，竟然有一堆观众要跑回去那2期视频里留言，说我们是预言家，多多少少也是让我有点无奈了。首先，最近的故事走向到底是怎么回事，谁都说不清楚。对，结果这时候就已经有人妄下定论了。对此，我只能说，各位现在回去把评论给删掉还来得及。回到正题，使得下集预告的其中一幕是能够证明这是莫的噩梦的。各位发现画面中的 Z Room 相较于过往多了什么？锁链。而各位在节目里的哪个地方才会看到锁链？梦主心灵之门的前方。对，这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这场噩梦的梦主是万金莫本人。对，单纯的进了更深层的梦境。对，他只是从一场噩梦进入了自己的另一场噩梦而已。这个在第13、14集也演过一次。就是说，剧里早已给过观众证据，因此用轮回、重生这些词来形容这次的状况都是不太对的。毕竟今年创作者们都已经想到了用梦这种如此便利的设定，他们再把穿越、时光倒流、多周目轮回等概念塞进节目，就显得意义不明了。对，这次中并没有跟时间有关的概念，对，只强调了梦与现实的界限。对，就说二周目这个东西可以抛掉。确实，我们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才引用了二周目这个词，也是为了做出区分，才打了个双引号，好吧？再结合 OP 印象的结尾判断，现实并非现实，是尚不存在于节目中的。注意我的表达哈，等等要考。另外，各位知道吗？下集开始要换主题曲了，这意味着 OP 印象结尾那段理应是最后一次出现，而刚刚好在这最后一次的正片里，莫陷入了所谓的二周目，这是作为主监督以及 OP 监督的上铺内相当巧妙的一个设计。对。以此，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对节目即将换 OP 有什么看法？有可能变成豪收熊那个差不多，那个只放了1集的 OP 是吧？对，我其实是有为此去考了下股的。豪收北极熊那个特别版 OP 是没有在官网事先预告的，可这次则提前讲好了要换。对，那个是整活，这个是正儿八经换啊。他不是为了整活的话，确实有必要提前讲这个事哦。对啊，其实就近的先例还有假面骑士 Gachado， 而考虑到这部的制片人臭羊肉也是Z的话事人之一，估计他是以 Gachado 那次的经验，想在Z做得更为彻底一点吧。
这也是为了节目话题度着想嘛。年番就要有年番的样子，一个记录一个 OP，而且这个 OP 名也很有意思啊，配回放嘛，对其实你把那个 A 楼去掉也行。Payback 是吧？要复仇啊，报复啊，对，还有回报偿还的意思。但这样又会引发新的问题了哦。我们是不是又要做 OP 解读了 ？OP 解读，OP 解读嘛，看看近2期的正面反馈数再定吧。懂做的观众应该已经点了。那么对于被 No.3 枪毙的莫再次从第1集处醒来的展开，各位还有什么理解？我的观点是，现实中莫被枪击中后就反复做着同一个噩梦，而这个噩梦的内容呢，是以万金莫成为这只为开端，以莫被 No.3 一枪打中为结尾啊。这个过程就是他全部的特工生涯，而他可能已经在这个梦境里循环，甚至不是二周目，就是莫经过了的要素重新在梦里重组成了梦境。对，但为什么这次他又能带着装备和记忆进入所谓的第2轮循环，甚至第 N 轮循环？之前的循环就不行呢？有没有可能灾厄让他保留了记忆？有可能是灾厄，有可能是这一轮他能觉醒秩序。对，哎，这都没所谓，主要是这里面有个很致命的问题，你都已经中枪了，怎么循环都只能从中枪那个节点后醒来了，是吧？可莫中间是见死不救过一次的。就算他能醒过来，掏出秩序打倒敌人，完成了所谓的任务，你作为这部剧里的英雄，人设也已经崩塌了呀。对啊，哎，三观见死不救。那个点再从梦里出来的话，会导致有很多东西救不回来。你作为一个儿童剧救不回来，麻烦大了。所以要保住它的正当性，只能把一切都当没发生过。或者后面他们非要说秩序有类似伊邪那岐的能力，那我没话讲。火影都来了。对啊，那我还能说什么？在分享下一种预测以前，容我再打个岔。招品屋每周都会直播复盘当周热播特色剧。如果各位追完番后仍想听下我们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另按照惯例讨一波正面反馈支持，数据 OK 的话，下周会接着更新。OK， 接下来是我个人对被 No.3 枪毙的莫再次从第1集处醒来的猜测，而这个猜测同样是基于前面提到过的预知梦这个概念才得以展开。如果说目前的主流论调将莫做预知梦的节点预设在了他被车撞进了医院抢救后的那一夜，即是说从那之后到被 No.3 枪毙为止的剧情皆为莫的第1轮噩梦，我则会将莫做预知梦的节点预设的靠后一些，具体会有3个节点哈。第一个是在第22集，莫与前辈们分开后，不是坐在路边独自烦恼，然后就突然入梦了嘛？从22集开始做是梦，就是他的时间节点停在22集，然后从那里开始做梦。可以。莫的第1轮噩梦是从进入自己婴儿时期的噩梦开始，到被 No.3 枪毙为止，直到他获得秩序梦胶囊才能在现实里睡醒。这样安排的好处是什么呢？ No.5 和 No.6 就还没有死。这样可以。那既然这2个人没有死，洛克斯就没有杀人。他先在自己的梦里给自己预演了一遍，然后让自己讲一些更正确的路线要怎么走。说一个相似一点的，模拟，直到02诞生。也行，是我们假定他梦醒时分大概是第26集、27集或者是28集的这个位置，然后他从这个位置回到22集，是不是？然后他再用秩序形态打倒魔王梦魇，阻止诺克斯越界，就是所有人都回来了，我把魔王梦魇干掉了，一切都是好的。对，而第2个节点，我把它预设在了莫被诺克斯打下楼以后。那时候莫不也是睡着了嘛？从那里开始一直都是梦，然后在22集掉下楼那里掏出个秩序是吧？其实差距就在于他有没有亲手杀人。对，哪怕是真死也不是不可以复活，是不是？对，这倒不是很关键。那行，只要诺克斯预先知晓 No.5 和 No.6 被自己杀了也能复活，或者他们压根就没被诺克斯打死，那么诺克斯就没有越界，好吧？这只是计划的一部分。对。至于第3个节点嘛，我把它预设在了莫打倒诺克斯以后。而基于上述讨论的结果，我想也没必要浪费时间分析各种利弊了哈。这3个都不冲突，只是推的方式不一样了。就如果4、5、6都有办法复活，或者压根就没死，那怎么处理都无所谓了呀。具体要怎么操作，我也有个脑洞，放后面再聊。就是说这几集这些事只是发生在22集到24集当中的推演过程，也不是说推演过程吧，就是他的一场噩梦。但现在拍的就感觉像是把这前面的20集全否定，让他回到第1集。对，如果真的是那个时候开始做噩梦，为什么这一次一路倒带倒回了第1集？他现在必须重新走一遍流程，把自己做特工的初心给找回来。对啊，所以不得不重温一次特工生涯。对，然后他最后获得的东西就是秩序，关键的东西你别漏啊，他得从中领悟到，我既是万金末，也是 Code No.7 才能破局吧？可以，完全可以。其次，各位再想想，如果说莫第1集进医院后到被 No.3 枪毙为止都是预知梦，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出现？
我不知道啊。我念一条日本网友的推文，你们就能理解了。梦结局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观众会为噩梦并非现实而感到安心，但从剧作创作的角度来说，此前积累起来的角色塑造和剧情会一瞬间化为乌有。正因如此，它不能仅仅是一种手法。通过梦结局，这部作品究竟想描绘什么？如果让一切归零，又是否有与之相称的回报呢？这需要创作者们有俯瞰全局的能力。就如果这一切都没在现实里面发生过，那我们这半年来究竟在看什么？看一个废寝异营吗？受到影响的不止万金墨一个哦，而是所有角色的塑造。确实，但如果把它做预知梦的节点卡在第22集，他与前辈们分开，到第24集他骑摩托车出去以前，最起码先前的人物塑造还得以保留，是吧？确实。还有就是我原以为第24集会稍微交代一下魔王梦魇被打倒后那些孩子们的状况，哪怕通过新闻或者其他角色们的口述来带过也行，结果都没有。因此我有设想过，等莫在现实中醒了过后，让他用秩序形态把真正的魔王梦魇给打倒，结尾再让他站在之前那个小女孩的附近说愿你做个好梦，是不是就能圆回来了呢？ OK 啊。而且我觉得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在于，第2季度海报上的标语是正在做噩梦的是谁，包括第24集播出过后，假面骑士官方公示也转发了这条第2季度海报推文，并附上了正在做噩梦的是谁。那我现在问你们，正在做噩梦的是谁？有人是 bug，对啊，这几集重置有 bug 要消。第一个你已经解释掉了，就是从第1集回来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小子做预知梦的时候怎么知道你梦的妈妈？对啊，这个我解释不了。包括 Zero 的真容那部分也是，尤其是还冒出了什么复制体啊、蝌蚪梦境啊这些以前听都没听过的东西。你这个预知梦，你是有点预知过头了，所以我会觉得好像重开了一样。重开就是所有事情比较能合理化，但问题在于实在是太远了。那就伊邪那岐解决一切好吧？哎呦，无奈了。说白了，他如果不引出新概念，我是不知道能怎么要回来了。再妄作猜测，貌似也不妥。就希望我们的讨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吧。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Z子第2章的预测分析。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祝好梦，拜拜，祝好梦，祝好梦。你如果以为第2章真会这么拍，那估计还没看懂第24集在讲什么。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子第2章的预测分析。只因这可能是我们内部分歧最大的一次，这时候就需要每个方向都猜一下，总有一个能对啊！我会依次将每种可能的走向给捋一遍，并尽可能分析出各中利弊。除此之外，我还会穿插一些直击了故事核心的话题，包括但不限于第24集提出的新概念蝌蚪梦境以及复制体是何意味，Code No.2 的生成心理，墨与灵梦的关系，三崎与 Code No.1 的定位。Zero 和洛克斯的立场，若你能坚持看到最后，相信会对 Z 子的世界观以及故事框架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但在此前，我还是想对没被我上一层梦境骗出去，坚持进入了所谓第2层梦境的各位说一声真棒。但若是各位能给我点正面反馈鼓励一下就更好了。那么事不宜迟，就请与我们一同进入3度请吧。首先，对于被 No.3 枪毙的莫再次从第1集处醒来的展开，我个人认为，除了用所谓的噩梦循环或是万金墨的预知梦这2种方向去推测以外，实质还存在着2种甚至1种方向。而无论是哪种方向，都绕不开第2季度海报上的那句标语：正在做噩梦的是谁？在上一层梦境中，我们也做过分析，无论是哪种路线展开，在不引入全新设定的前提下，或多或少都存在着 bug。就拿我提出的莫是在第22到24集其中一个节点入梦的猜测来说，为什么作为梦主的莫会知晓包括但不限于复制体、心理咨询师是幕后黑手还是铃木的妈妈等超出了他过往认知范畴的情报？哪怕做预知梦，你也预知过头了。除非梦主并不是莫，是吧？对，那么如果不是莫的情况下，梦主还可以是谁呢？屏幕前各位也不妨先猜一下。你们整理一下，对于 Code 那么多情报可以析出的人到底是谁？啊，各位发现问题的根源没有？既然第24集我们看到的是梦，里头的哪个人是不应该出现的？不眠之女。对，不睡觉不做梦，情报量还远高于莫的女人，为什么出现在了梦里？你认为 The Lady 在某个阶段就已经入梦了？对，她自己浑然不知而已。但如果这样的话，她倒下之后，世界为什么还在延续？倒下了还没死，行不行？也可以这么说。事实上，她只中了1枪，剧里也没交代她到底死没死啊。是的。OK。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入梦整这一出，然后中枪倒地，也是他计划的一部分。毕竟之前我们不也有在猜 No.3 可能是 Code 的内鬼，或者说是双料特工嘛？
陪老前辈演出戏怎么了？也行。且通过默的情况，我们也大概可知，特工在梦境里死去之后，只会堕入自己的噩梦，而梦主在梦境里死去，至少剧里是没交代过的啊。对的。但基于生活常识来看哈，如果各位梦到自己死去之后会怎么样啊？我会直接惊醒，我就经常进入下一个，好，我经常在梦里被追杀。可以，包括我前面也提到了戒指被黑洞吸进去的情节，我们不也可以当成默那个时候是在别人的梦里面死了，才堕入自己小时候的梦的吗？以常规意义上考虑，怎么都活不了的梦里，他会直接开始开另外一个梦呀。对啊。这里也欢迎屏幕前梦到自己死去，结果真死了的观众分享一下你的病情哈。而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发现这种可能性的吗？只因第23集林梦从默的噩梦醒来之后说了一句：“这是梦吗？”而到了第24集开头的 Lady 向林梦强调了一句：“这不是梦，是现实。”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越强调什么就越不是什么，或者是说他并不清楚自己已经睡着了而已。这个是有可能的。当然，剧中的情况既可以是他浑然不知，也可以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对。而考虑到篇幅占比问题，接下来都默认不讨论这是他计划一部分的情况了。不然这期视频真不知道发不发得出来了哈。Code No.7 有没有舍弃万金墨的人生，我不知道。但王某我为了赶这期视频出来，已舍弃本周的日常生活了。回到正题，与这不是梦是现实类似，不眠之女的设定在这集才在剧中交代，而他在解释过程中并未提及不睡觉、不做梦是他自身的特殊能力，或是梦境学习的副作用，只强调了他为躲避 Code 的搜查才没睡。对。不过他在剧中的台词比较暧昧，我们也无从判定他是20年都没睡觉，还是这4年来都没睡觉而已。那基于上述推理，各位想想，若从节目意外性的角度出发，谁能想到所谓的不眠之女竟然睡着了呢？那观众又怎么可能猜出 The Lady 是本次梦境的梦主呢？对啊。以此，我们再要回去看看第2季度的海报标语，这道文字附近那只紫色蝴蝶的飞行轨迹，像不像划了一个2出来？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正在做梦的是前 Code No.2 呢？可以。当然，你非要说这条轨迹是在代指 Seven， 即正在做梦的是默，同样是可以的。但相较而言，在不引入新设定的前提下，若第24集的梦主是 The Lady，bug 远比梦主是默来的少。对同样基于篇幅占比关系，这部分我也只能略过了。由此，我想再谈谈林梦。回望第24集开头的剧情，林梦否定 The Lady 是自己母亲后的情况，给各位的观感像是什么？他还以为自己在做梦，然后分到他被安排的角色。对。那你们知道这次的林梦在扮演什么吗？扮演已经醒了的自己。对，且更为关键的是，结合过往剧情，我们是可以通过林梦穿的衣服来区分谁才是梦境世界的梦主的。假如说这次是默的梦境，为何林梦穿的不是第1集或是第22到23集的衣服呢？首先，默就没在现实里面见过林梦，也没有证据证明林梦和洛克斯的关联性，他又是从何判定现实中的林梦穿的是这一身衣服的呢？对，哪怕你非要用一句因为就是这样的世界观给解释过去，那通过林梦这身衣服判断，梦主也只能是 The Lady 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默亲手在自己的梦境里把红月砸碎了，就是他自我认知里的打破梦境，把自己跟林梦带出来了。但是最后的最后发现他还在梦里啊，红月就明晃晃杵在那儿。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次的铺排牛逼的点在于，得先让万金默舍弃自己普通好青年的人生，戴上 Code No.7 的面具来逃避现实。而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也让梦境与现实的边界被彻底淡化了呢？无论对于默还是观众而言。对。由此再引下我们在上一层梦境里抛出的那个严峻问题：作为这部剧里的英雄，默对受到自己牵连的无关人士选择了见死不救，人设已然崩塌。但是如果这只是谁的梦境，那意味着什么？无关人士只是梦境世界里的 NPC， 都不能被称之为真正的人那问题不就能顺利规避了吗？说问题规避也怎么说呢？在宏大的梦里 ，NPC 如果出了事会被黑箱。对的。但是只要你把这个梦境解决了的话，那些人就能回来。对，且想深一层，本次梦境世界里的 NPC 和红伴那次的噩梦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就如果这个 NPC 只是梦主虚构的，现实中并没有这个人存在，那 NPC 死了，现实里也不会有人受牵连吧？要回德利的问题哈。如果说在他还是 Code No.2 时期的噩梦，也严格遵循怕什么来什么的实现原理，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害怕生孩子，或者害怕自己的孩子遭到危险呢？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我又脑补了一下，这会不会与他的特工身份有关？各位想想，作为一名特工，是不是随时会有性命危险？且作为一名女性特工，
如果怀孕的话，是不是会对任务不便？对啊，到时一尸两命咋整？对啊。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名 CODE 的女性特工 ，No.2 还患上了梦境学习后遗症。如果生育的话，会不会对自己的后代有什么影响呢？就我都做这行了，我养个孩子不是给他找不痛快吗？然后就不生了。但是他很想有，他是有想要当妈妈的梦，但是现实来说不现实。对，以此我想再聊聊 The Lady 目前的精神状态问题哈。基于过往的塑造，她给观众的印象一直是个阴晴不定、有点疯癫的女人。结合她本人对不眠的解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她是长期不睡觉，或者是受到了梦境学习后遗症的影响？还是说自灵梦诞生以后导致他精神错乱了呢？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现在跟墨一样，就是他不强撑着这种很极端的精神状态的话，也会遭到反噬啊。其实关于 The Lady 这部分，我还有一些东西是能拓展的，但在此前我得先引出一些必要的内容才得以继续。那这样，我把关联性从低到高的话题先依次聊完，再给要回 The Lady 的问题，好吧？好。在 The Lady 前 CODE No.2 的身份曝光以后，使得剧中只剩 CODE No.1 未公开了。那么各位觉得 No.1 会在哪个节点登场呢？我觉得紫色骑士就是 No.1。对，我的话会觉得 No.1 会在夏季剧场版登场。有个旁证是，墨的房间里还有一张特工绅士1号的海报，而海报底下还写着“决战在夏天”。哦，那么假定他会在剧场版客串，并且还要考虑到他在剧中岁数的情况下，你们觉得找谁来演比较合适？等我本人吧。对，让假面骑士1号演员来客串 No.1 不也挺有梗的吗？要不就他儿子啊，都一样的嘛。演他年轻时候咯，也可以。主要是他儿子前几年才客串过，且他本人来演更有传承的意味啊。哦，对对对，世界级的假面骑士1号 vs 真正的假面骑士1号。OK， 下一个话题是和3期相关的了。以防有观众没坚持看完上期，我这里先复述一遍。据情报屋透露，3期的饰演者是曾出演过骑士与战队的资深演员。考虑到3期的配色，让我第一时间联想到了天灾，而天灾又与忍者深度绑定，我曾猜测其饰演者是多和田任意。他演过什么，你们也是知道的。西诺比，Starling 奖，对，西部忍者吧，那个是。对，这也是我上期没再拓展下去的部分。新忍者金翅龙川设定上是美国忍者，在剧中时不时会冒几句英语出来，符合Z一路以来的尿性啊。是啊，并各位知道吗？当时被邀请出演喜诺比后，多和田还向 staff 们开过玩笑说，今后还有忍者的角色，请一定再叫我。且他还演过假面骑士 Kids 的番外，和高桥有过交集。哦，对了，最近 TTFC 不是有那个猜拳游戏，他们分了很多队伍，最近都是像君王者的队伍、Gallery Mix 的队伍，但是突然塞了一个人忍者的队伍进来，就很奇怪是吧？我觉得算是暗示，有可能有联系。主要是他们那场还是4月中旬才配信，那时候3期早登场了，联动一下蹭波热度，很合理啊。而且我上周会从可疑名单里一眼选中他的依据是，这次这部剧已经不缺年上演员了，节目组挑个年龄不上不下的90后来演3期，我想会更合适。其实，在可疑名单中还有个符合条件的演员的，就是铃木圣大。他演过什么啊？假面骑士 Crit、Red Buster。对，关键是巴斯特还有特工元素，完美符合今年的题材，好吧？如果铃木圣大做这个角色就很有意思哦。记不记得 Red Buster 怕什么？怕鸡。鸡跟什么有关？早上。然后他的骑士名是黎明。破晓啊，这个其实也是我准备聊的话题哈，就是3期的定位问题。在杂志里有关他的标语是将世界变成噩梦，且称他的敌人是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再结合其变身音效中的 Lidomir Lida，3期的变身者大概率是梦魇没跑了。是，当然我还找到了一个更有力的旁证，你们应该都知道3期是用什么变身的吧？那把剑嘛。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变身呢？或者我说的再明白点，他没有心。这个推测很有意思。因为Z的腰带是跟心脏强绑定的。对，而且他胸口那个看似能用来装填梦胶囊的插槽，实则只是个装饰。现阶段出现过的梦胶囊都是插不进去的。对。然后刚刚嘉宾们也提到了，动有黎明、破晓、拂晓等含义，官方给的准确译名则是黎明。而所谓的黎明，更多时候指向的是天快要亮的时候。这里用黎明前的黑暗去解释，各位应该会更好理解。结合这子的世界观，创作者们给3期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其角色定位在我个人看来，既可以是不让天亮起来的人，换言之就是搅局者，也可以是迟早会沐浴阳光的人，即最终会投奔主流团的中期反派。只因创作者通常会利用这类非人生物探讨什么课题。我是梦魇，我要让其他人也变得和我一样，但也完全可以走我没有心，我想要获得心，
或者是说我不是人，我想要成为人的路线。我觉得我们成为人这个课题应该会放在宁梦身上，就是用三奇跟宁梦的一个对应去做宁梦的课题，但是三奇会被打掉。两人互相感化也行啊，毕竟这个阶段才引出三奇，最起码得让他活到 V 篇吧。啊，对。然后我又想深了一层，到了 V 篇的时候，能不能拿他胸口上的这个插槽做点文章呢？就比如说造一个特制的梦胶囊给他。但我又想了想，这多少有点为了那点醋去包饺子的意味了。主要是因为他胸前这个根本就不是驱动器，是不会拿来卖的呀。这个问题多简单，你到了外传的时候直接把这些扣上去装个面包。可以，也对，它有人形的，让他在人类态时带上驱动器变身就行了呀。对呀，这不就搞定了吗 ？OK， 最后再拓展一点东西哈。既然三奇大概率是梦魇，问题也随之而来，他是从谁的梦境里诞生的梦魇？结合我刚刚的两种预测方向延伸，它可以从莫的噩梦中诞生，也可以从德利的噩梦中诞生。如果是前者，那我猜测他与莫的关系便会偏向永梦与帕拉德。若是后者，也能合理解释他的道具是怎么来的，是吧？是。至于他是不是20年前导致灵梦诞生的那只，就不好说了。那如果是的话，戏剧性就更强了。行，铺垫了快30分钟，终于能进入正题了。是的，相较于前面的脑洞而言，这才是本期真正想要讨论的东西。我非常佩服在现如今的快节奏时代还能看到我说出了这句话的观众，也希望你能坚持到最后，不然挺亏的。OK， 在第24集以及下集预告中，这次引出了2个新概念，其一是复制体，其二是 code 梦境。在我看来，这两者是深度绑定的，而只要搞清楚这2个概念是何意味，相信你就能 get 到这子世界观的秘密了。首先，在我看来哈，灵梦是不是复制体并不重要，它是谁的复制体很重要。对此，我设想了2种可能。第一种，灵梦是万金墨的复制体，但这种可能性等于0。主要原因并不是把一个男性复制成了女性这种招效问题，而是本体都已经在你蝌蚪的监管之下了。对啊，如果是墨的复制体，为什么不直接研究墨呢？就是脱裤子放屁，有什么意义吗？对啊。而第二种，灵梦本体的复制体，这看似是句废话，实则不然。我只觉得有2个灵梦。第一集那个手，对，因为那个发光的女人一直没有从我的嫌疑名单里丢掉。记不记得在崩坏梦境里灵梦穿的衣服的那个袖子，跟第1集那个女人的袖子是一模一样的？一开始我想这可能是灵梦，但是如果这个是灵梦，当时那个梦境里穿红色衣服的是谁？那既然红色衣服的是所谓的复制体，这个发光的女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灵梦的本体？对。OK， 我们再来看看灵梦在末婴儿时期噩梦里的装扮。在这个世界观里，他所扮演的角色穿着第1集那个发光女人的衣服，并且能喊出 Seven 的本名。那我问你，他扮演的是谁？那很有可能扮演的就是妈妈味。你要不就是保姆，要不就是妈妈。好，我选保姆。我觉得保姆可以撇掉。主要是我丢个保姆出来干什么？那你只能问高桥了。哎，开玩笑啦，也只能是妈妈了。对啊。那既然能生成婴儿梦魇的灵梦是莫妈的复制体，且莫爹还大概率是 Zero 的情况下，莫之所以是所谓的噩梦之子，也只能是因为他妈妈的血统与梦魇有直接关联了吧？那我问你，万金墨和宁梦的关系是什么？定真寺和凌波丽的关系。定真寺跟凌波丽还有点怪，你不如说狐神跟智摩利的关系都行。主要是还有个很变态的事情，既然灵梦是莫妈的复制体，那她会不会和莫妈长得一模一样？我觉得换个人比较好接受一点。这个东西无所谓，你要不这样，让宁梦换个白毛过来。我觉得这没关系，或者让别的演员穿着灵梦22集那套衣服登场就行了。毕竟灵梦是The Lady 生的嘛，虽说是以噩梦成真的方式诞生，但和莫妈长得不一样，好像也正常。对啊，所谓的复制体可能只是表示他们的特殊能力差不多而已。至于莫妈为什么会如此特殊，这就牵扯到可能存在于这子的外星人元素了。这里先插句题外话哈，自从 Code 的全称与定位在剧里面公开以后，一堆人在那里扯什么 Z 等于 ZZ 加 ET， 还要跑到我评论区底下刷屏。但我想说，最早提出这种猜测，并且将所有旁证归纳总结出来的，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呢？对。半年前招品屋已经聊到烂的东西，现在那么多观众搞得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还要跳我的脸，何意味啊？你凭什么觉得别人看得到你的视频？行，莫妈的问题要想接着展开，就不得不把剧中最大的谜团先给捋清楚了，即蝌蚪的黑暗究竟是什么？怎么又绕回来？没有，这点很重要，因为观众对这点是存在认知偏差的。
那关于蝌蚪表层的黑暗呢，剧里其实已经说得足够直白了，就是对待特工不够人道，还让小孩子们去进行梦境学习。而基于这集的 Lady 释出的情报，梦境学习是会出现后遗症的。那 OK， 只要蝌蚪做这一切是为了守护世界和平，防止梦境与现实的界限被打破，那这些都可以当成是必要的牺牲。更何况特工们还会进行自我 PUA， 就如同蝌蚪之忠犬约，就算保护了世界，也不会有人来感谢我们。这活是不划算，但也必须有人去做。至于屏幕之外的我们，同样会默许蝌蚪在非常时期使用非常手段，而这也是大多数观众会觉得蝌蚪的黑暗并不够黑暗，进而质疑诺克斯在左右脑互搏的底层逻辑。包括招品屋也是基于这点才开始怀疑诺克斯是不是和 Zero 在背地里策划的什么的啊。对，而且当时The Lady 的演员在官网说这次演黑幕，我很开心。对啊，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说的是，既然 The Lady 是黑的，那蝌蚪应该是白的了嘛。对。但是如果世界会变成如今这样，也是蝌蚪在搞鬼，你还会这么想吗？是的，曾经被我当玩笑话给带过去的这种设想，很有可能才是构成这子世界观的根基。因为这一集你可以看出梦魇对于现实的释出能力是非常恐怖的。你做个梦，梦魇就能把你梦里的孩子变到现实里。对。如果做的掌握这种定向引导梦魇去把什么东西给黑箱出来的能力的话，那就证明做的可以对别人的梦和现实操刀，用任何人的梦境去做这一件事。有没有可能他们已经完成了？如果已经完成了的话，蝌蚪就没有必要做铃梦这个复制体了呀。而且各位想想，他们如此执着于复制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只可能是他们失去了对本尊的控制。本尊没有的可能性非常高，还有一种是本尊不见了。本尊如果不见了，本尊在哪儿？好难猜啊！就有可能是藏在幕后的潜意识里。反正现阶段大致可以确定的是，铃梦对蝌蚪完成这件事是必须的，且这项计划、这套装置或者说这门技术还有个代号，叫做蝌蚪梦境。我不管蝌蚪梦境是走上述路线，还是黑客帝国的矩阵玩法，结果而言，他们只要掌握这门技术，什么东西都是他们说了算了。对啊，是的。我都没看过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其实就是全部人都活在缸里，同步做梦。我觉得还没那么夸张，那就不清楚了。或者你说无限阅读那种也行，具体看他玩哪样而已。那 OK， 聊到这里，我想再次问一下各位，蝌蚪的黑暗够黑暗了吧？这个确实很黑暗了。那够黑了。有点想法的，你干这些逼事都是为了这件事情，那全部都合理的。行，假如上述设想后续真会在剧中应验的话，我们不妨将时间线倒推至万金末出生以前。如果要严格遵循剧中时间线的话，应该是2000年以前，就当是1999年吧。99年的事情要瞒不住了吗？假如说在这个节点，人类与外星人进行了第3类接触，让人类方得知这种地外生命体具备梦想成真的能力。为了获取这种技术，人类方组建了名为蝌蚪的组织。到了2002年，万金末出生；2005年，铃梦与美浪出生。可在那之后，莫妈失踪或者死亡，Number 2也带着铃梦叛逃组织，计划陷入了停滞状态。这中间的细节以及之后的发展，碍于信息缺失，就不好再往下推敲了。但大方向应该是没错的。可能有分歧的点是在于莫妈的正体，我猜大概会有3种情况吧：一，他本身就是外星人，只是伪装成了人类模样。2. 身为外星人的他附身在了某个人类身上。3. 他是与外星人接触过后觉醒的人类。这么说的话，他可能还不是外星人，但具体是怎样，只能往后看了。对，那聊到这里，我也能把德雷迪那部分给接着往下说了。基于上述推理，20年前铃梦的诞生，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蝌蚪的阴谋？搞自己人咯。对，前蝌蚪 Number 2被组织给利用了，或者说铃梦的诞生纯粹是意外也行。可事实是，铃梦在这之后便觉醒了和莫妈相似的能力，并成了蝌蚪现阶段的目标，也只能说德雷迪当时做出的选择是对的了。如果他是一个忠心的特工，他有可能会交出去，但起码在他做选择的时候，母亲的身份压过了特工的身份。对，包括他现阶段所做的事情，可以说都是为了铃梦吧。对。只不过他在走极端，以暴制暴啊。对啊，那他的做法有多过激啊？给别人散发紫蝴蝶，让所有人进入噩梦，把这事情搅浑，然后再整点什么究极的噩梦，搞什么联机 MMORPG 啊，这些做法肯定不正确，包不正确的。相较于蝌蚪的最终目的而言咯，他不是认为蝌蚪这个组织邪恶不邪恶，他是要把蝌蚪干掉，给他女儿一个人自由存活的事情。对，这只是他个人的正义。而且说白了，只要铃梦继续以这种状态活下去，世界还是会处于这种现实与梦境的边界随时会被打破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管过林梦以外的人的死活。是的。那在聊完复制体与 Code 梦境可能会是什么后，我也能把近期展开的最后一种可能性给分享出来了。基于前面的分析，第24集正在做噩梦的可以是莫，也可以是 The Lady， 但其实还存在着第3种可能。Number 3在暴打莫期间曾说过，这不是你做的明晰梦，是现实。可最后红月就明晃晃处在天上，这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说，基于上述推理，他说出这句话确实有和 The Lady 打配合，或者单纯在说谎的嫌疑。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且不考虑他是 The Lady 梦境世界里的 NPC，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事态演变到如此严峻的地步以前，现实世界偷偷被 Zero 或者莫妈给变成梦境世界了呢？这种情况和前面提到过的伊邪那岐机制类似，只不过发动者变成了 Zero 和莫妈。确实，这种情况下莫能躲过一劫。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无异于编剧的大手天降设定解释一切了。我并不认为这是个明智的选择，相信大多数观众也不会接受。但其中引出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刚刚我也做过分析，特工或者梦主在梦境世界里死去，会堕入下一个噩梦，现实中也只会陷入长眠。那如果说梦魇实现终极噩梦跑到现实以后，现实世界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变成了梦境世界？换言之，正在做噩梦的是谁？是现实世界。既然如此，特工在现实世界里死去，是不是也只会堕入自己的噩梦？那么只要他能战胜自己的梦魇，是不是就能再次于现实中醒过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4、5、6就都活了，问题解决。而这也能解释 Number 5和 Number 6为何会在预告中出现。正常情况下，观众只会将此理解为2周目，大家都活了。但如果从我这种视角出发，预告纯纯就是叙述轨迹啊，实际上不就只是5和6已经醒了过来，而7还处于自己的噩梦之中吗？且各位想想，为何在末2周目的时间线只推进到前3集时，5和6就登场了呢？说不通了。以此延伸下去，诺克斯也应醒了过来，而目前他的驱动器和梦胶囊都在 Zero 手上，那他后续又是怎么变身的呢？好难猜啊。另外我还有个脑洞，抛开用玩具杀害真人的禁令不谈，诺克斯和 Number 3特地用手枪来干掉对手的理由，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机制？就比如说，只要在噩梦里正常的死去，或者说依照该梦境的世界观死去，梦主和特工们都能进入下一个噩梦。但如果是死于不属于该梦境世界观的东西，比如说 Code 特制的装备，那就不可能再醒过来了。而诺克斯的情况会更复杂一点，只因结合复制线铁野在第23集的表现来看，诺克斯可能就没有被这子给打死，就看看下集会不会给出相对应的解释咯。接下来我想再聊聊 Code 的最终目的。Zero 在第15集曾对莫说过 ，Code 利用特工是为了世界和平。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后怕呀。那我问你，修卡是不是为了世界和平？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是。我完成大一统，不就没有战争了吗？准确的说，只要我统治全世界，暴君也是君。对。所以 Code 是什么啊？令和修卡吗？就是啊。你是修卡创造了假面骑士哦，蝗虫怪人。你是想 Q 诺克斯那句你是 Code 所孕育的噩梦之子是吧？是啊。其实关于这点我也有个脑洞哈。各位都知道莫在现实中帮人会遭受噩梦般的意外吗？以往我们会以为是 Code 在从中作梗，于现实中打压他，让他一事无成，迫使他最终选择逃避现实，在梦里面帮人。可事实上，这种特性目前为止只在莫身上有所体现。对啊。如果说这和灾厄血腥梦魇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有直接联系，即当他采取与无人得救的崩坏噩梦相悖的行动时，梦中的崩坏便会显现出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将这个情况预设得更恶劣一些？即莫只要帮人就会死。但是他为什么能活呢？是因为存在于他潜意识中的妈妈替他阻拦了一手，才让他一次次活了过来。也可以啊。你觉得是不幸，但实际上是幸运，因为你没死。对，以此我想再聊聊美浪的情况哈。如果说莫是Code所孕育的噩梦之子，美浪又何尝不是Code所孕育的噩梦之女呢？这里我就不考虑同父异母的情况了哈。既然两兄妹都是一个妈生的，莫那么特殊，为什么美浪又不特殊了呢？身上还有个猫，所以都不好说。对，你非要说美浪很普通也是假的，她甚至能自己消除自己的心灵之门，这也是迄今为止只有她才有的特质。是懂不懂番外主角的含金量啊？就我想说的是，最近不也爆出这子后续还会登场一位女性假面骑士吗？变身者会不会就是美浪呢？然后我在想啊，莫是自从上了特别班后才开始出现这种特质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在进行了梦境学习后才开始变成这样的呢？也就是说，接受梦境学习与否是关键。有可能，也不是不可以。回到正题哈，刚刚也聊到了 Code 的世界和平很可能是建立在统治世界这个大前提之下的，而基于现有剧情，诺克斯在极力阻止这件事发生，
但他想做成这件事，仅凭他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直到他醒来以后，我们就已经开始猜测，这一切都是他和 Zero 暗中设的局。是，也就是说 ，Zero 是他的协力者。只不过由于当时哪边是正义，哪边是邪恶还分不清，我们才以为他俩这个局是在防 The Lady， 结果防的是 Code。那么基于上述推理，我们也不得不重新整理一下思路了。结果而言 ，Code No.4 被 Zero 的意志感染，为了阻止 Code 统治世界的阴谋，伪装成一个被组织抛弃的复仇者诺克斯，引导噩梦之子成为特工。而受制于明面上的立场，他有话也是不能直说的，只能让莫自己去领悟。相信一直有追开招品屋解读的观众都知道，我们为了验证诺克斯是卧底，中间是有经过这么多次讨论的。但现在大多数观众仅凭他说的谜语是大实话，就当他是好人了，甚至还有不少人在扯他是多周目玩家，这也让我相当费解。问题是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对啊，我不理解啊。他们把看懂谜语当成了他没说谜语，他说的是实话，也是对的，但他也是在谜语啊。是吧？他们想的太聪明了，实际上是什么？他们看到那个杂志图写共斗呀，就觉得哦，诺克斯是个好人，中间是没有思考的。就希望屏幕前各位不是这样吧。不过话又说回来 ，Code 既然是这种定位的话，我也不好说 Code No.4 A.K.A 诺克斯到底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卧底了，或者用什么词来形容会更贴切一点啊？干爹。双料特工，三料特工。总结好人结束了。可以。那我问你，你觉得 Zero 是一个广义上的好人还是坏人？不好定义，就包括你问我 Code 想要做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也没法回答。他们想法已经大了，想到人类应该怎么活，世界应该怎么走。但是这个问题是讨论不出一个。对，讲真，秩序自由这个只能找一个相对的平衡。对，看他最后能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吧。因为说实话，社会伦理这一块呢，高桥有过一个不是很好的作品。何止是一个？我先说一个。有一说一啊，秩序和自由这种在现实世界都谈不明白的东西，你指望一个编剧能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说白了也不现实。其实你应该这么说，梦这个东西不是叫梦，叫梦想是什么东西？梦想可以说是属于个人的现实吧。我觉得套入剧中，梦想应该说是属于个人的自由也行。而 Code 如果做成了那个装置，确实可以说让每个人都能活在自己的美梦之中，世界也因此和平了。但独立个体的自由是不是也一并给 Code 剥夺了呢？对。而假面骑士要做的就是替人们夺回自由梦想的权利。就是啊。如果后续真打算从这种角度去回归原点的话，我觉得将这次称为世界级的假面骑士1号也算是实至名归了啊。OK， 在大概猜到 Code 的定位，并且明确了节目的主线以后，我想在最后的最后重新复盘一下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梦境里的元素都有些什么讲究。一，国民级艺人林梦被某个犯罪组织诱拐。结合第14集的剧情可知，这个犯罪组织的据点和 Code 发掘潜在特工的私塾用的是同一场景。对，换言之，犯罪组织等于 Code。二，负责撕票的组织成员最终选择了背叛，也就是说 Code No.7 为了拯救宁梦选择了背叛组织。是啊。3，为 No.7 派发拯救宁梦这个任务的是司令官 Zero。据说 Zero 是把万金墨引向了这条道路的关键人物。而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会将这条解读视作 Zero 是自己人的旁证。至于最后出现的美浪，我认为可以用2种方式去解读各种隐喻。第一种是他后续也将加入 Code， 但最后会选择站在自己哥哥那一边。而第二种则可能与大后期走向有关了。假设 Code 梦境之后肯定能造出来，而受此影响，或者再次被某人枪毙的莫又回到了第1集开头的这个梦。我不管他是在这个梦里成为了无敌的特工 Seven， 亦或是在这个梦里梦见自己成为了无敌的特工 Seven 的普通好青年，美浪都会成为将哥哥从 Code 梦境中叫醒的那个人，那这个环就完美扣上了。OK， 我是没想到单这一集就能让我们聊那么久，那不知道各位看爽了没呢？反正我是痛并快乐着的，也希望这次猜的东西后续能稍微中个2-3条吧。多的不说了，等下集对答案咯。OK， 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Z近期发展的全部解读，非常感谢能坚持看到最后的观众，辛苦各位。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得乐乐之余，也可以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而各位若是能将自己的想法反馈给我们，那就再好不过了。祝好梦，再见，再见，早逃。